有人问郭襄祖师为何不将桃花岛武功传给峨眉派，是他不会还是不愿传承？其实，在倚天开篇，作者就给出了答案。当时郭襄上少林与无色禅师交手，10招之中，5绝的拿手功夫，他几乎都会一点。有桃花岛的落英剑法，也有丐帮的打狗棒法，还有周伯通的空明拳等，但都只是其中1、2招，他并没有得到完整传承。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杂而不精。虽然郭襄祖师天赋惊人，就连金轮法王都求着收他为徒，可少女时期的他心思根本不在武功上，全在他的大哥哥杨过身上。那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杨过的路上，以至于襄阳城破父母殉城，他都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再者说，黄药师性格孤僻，经常来无影去无踪。自从梅超风、陈玄风事件后，他几乎就不怎么收弟子了，即便后来收了一个陈英，也只是偶尔指点一下。他的毕生绝学弹指神通、玉箫、剑法等根本没有尽数传授给后人，即便郭襄是他的孙女，也是几年见不到他外公一次，所以就导致郭襄没有机会深入修习全套桃花岛功法。他会的也仅仅是黄蓉传授他的部分招式，对于桃花岛武学的核心奥义，他并没有悉数掌握，所以自然不能作为门派传承。因为大家也知道，一套武学想要代代相传，依靠零散招式是不行的，必须有整套的心法招式，就像降龙18掌和打狗棒法，否则根本不适合作为门派传承武功。再者说，桃花岛武学感觉只有在黄药师手上才能发挥出5绝实力，在其他人手上恐怕只有2、3流。因为桃花岛武学太多太杂，所需天赋知识智商门槛太高，也只有黄药师这个奇人才能用一堆2、3流武学打出一个5绝席位来，换做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做到。其次，门派定位与桃花岛武学并不兼容，看过《神雕侠侣》的小伙伴都知道，郭襄祖师40岁之前半生漂泊寻访杨过，可是最终都没有找到他的大哥哥。在他40岁时，终于大彻大悟，于峨眉山出家，并开创了峨眉派。而峨眉派的门人大多为女子，后期更是全部出家成为女尼。桃花岛武学虽招式灵动飘逸，但始终透着东邪所属的桀骜洒脱。出家人讲究心境平和，这种风格外放随性不羁的武功，确实也不适合峨眉派门人修炼。所以郭襄才把从觉远大师那听到的部分九阳真经加上自己的武学心得，创出了峨眉九阳功。这套内功内敛绵密，非常适合出家人修炼。就像张三丰也会全真教武功和少林功夫，你看他也没有传给武当弟子吧，而是自己创出武当九阳功和太极拳剑。总之就一句话，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过郭襄毕竟受桃花岛影响颇深，峨眉派的传世武学如峨眉剑法、飘雪、穿云掌、四象掌等，虽然全部是以峨眉九阳内功催动，但多多少少都有点桃花岛武功的影子。比如四象掌借鉴了桃花岛五行八卦的思路，峨眉剑法中也有玉箫剑法的味道，但这只是借鉴，并非一味的照搬，他只是选择吸收桃花岛武学的哲学思路，重新创造独属于峨眉派的武学，最终才造就了倚天时代与少林武当鼎足而立的第3大门派。其实虽然作者没有写郭襄祖师40岁以后的事迹，但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也能知道郭襄祖师的实力基本已经达到了准5绝级别。